如果你現在正走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剛坐到辦公桌前準備打開信箱，先想象一下這個畫面。時間回到2002年，你想去火星，所以你跑去俄羅斯打算買一枚火箭，結果對方報價6500萬美元。面對這個天文數字，你會怎麼辦？摸摸鼻子回家，還是想辦法去募更多錢？其實當時所有航太界的頂尖聰明人都是選擇後者了，他們完全接受了這個終端售價，因為當時的常識就是火箭非常昂貴，而且只能用一次嘛。歡迎大家加入我們這次的深入探討。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說真的，絕對能解救廣大每天在辦公室裡忙得像顆陀螺，卻總覺得自己在原地打轉的人。沒錯，這集真的超關鍵的。對。這次我們匯集了蠻多精彩的資料，包含探討解決社會問題的那個第一性原理思維手冊，也就是 FPIS Manual， 還有幾篇很深入的專家商業分析文章，跟一支超級精闢的 YouTube 影音逐字稿。資料非常豐富。所以我們這次的任務就是，我們到底要如何停止在無效的系統裡盲目優化，並且透過第一性原理思維，也就是 First Principles Thinking， 來實現10倍速的突破性創新。這不僅是伊隆馬斯克把火箭發射成本砍掉近90%的秘密武器哦，它更是幫助我們每個人看透事物最基礎組成元素的終極指南。說實話，我剛開始看這些資料的時候，心裡是有一點抗拒的耶。怎麼說？你想嘛，我每天光是應付老闆交代的專案，回復幾百則群組信息，還要微調那些超繁瑣的流程，就已經快要過勞了。現在還要我從零開始思考，我實在太懶，也太沒時間了啦。這套理論真的能在我們這種每天趕打卡的凡人生活中發揮作用嗎？哈哈，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懷疑啦。但這裡有一個極度反直覺的真相哦。我們這次的探討不僅不會讓你更累，反而能幫你砍掉80%根本不該存在的無效努力。等等，你是說我可以少做80%的事情？沒錯，我們之所以覺得累，是因為我們總是被事物的終端標價或是表象給騙了，導致我們把力氣全花在錯的地方。當你說被終端標價給騙了，你是說我們像買東西一樣，連工作上的流程也直接買單了嗎？我們就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現狀，精準命中。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回到你開場提到的那枚6500萬美元的火箭。馬斯克遇到這個報價時，他沒有去想怎麼殺價或怎麼募款。那他做了什麼？他啟動了第一性原理，把這枚火箭直接拆解成最基礎的物理材料表。他像個小孩一樣問自己，火箭到底是由什麼做成的？航太幾率、合金、鈦、銅、碳纖維，還有燃料吧？對。接着他問，這些原物料在商品市場上的價格是多少？結果一算出來，這些最基礎的物理材料成本大約只有130萬美元。等一下，130萬，比起6500萬，這差距也太大了吧？沒錯，也就是說，這些原物料只佔了火箭售價的2%。哇，這太誇張了！如果物理材料只佔2%，那剩下的98%到底是什麼鬼東西？那98%全是人類自己疊加出來的成本幻覺，包括外包商的層層利潤啦，過時而且無效率的傳統製造流程，還有各種歷史遺留下來的繁文縟節。所以馬斯克看透了這一點。對，當你看透了這個本質，你就不會再去跟俄羅斯人殺價了，因為殺價頂多省個5%嘛。馬斯克的做法是直接自己製造，並且打破火箭只能拋棄的無效假設，把它設計成可重複使用。懂了。如果套用我們日常生活的邏輯，這就像是說，如果每次從台北飛到東京，抵達之後就要把整架波音747飛機給拆了扔進海裡，那單程機票可能要賣50萬台幣。我們覺得火箭貴，純粹是因為我們習慣了它是一次性消耗品。完全正確。同樣的邏輯，它也用在特斯拉的電池上。業界本來認為電池組漲價空間有限，但它把電池模組拆解成碳、鎳、鋁這些基礎化學元素，透過自己採購原物料，大幅壓低成本。
這才引爆了電動車的普及。好，這聽起來真的很熱血，但我必須替正在聽節目的上班族，推翻一下這個情境哦。來吧，我不是馬斯克嘛，我也不造火箭，更沒有預算去大賣場批發什麼鈦合金。對於一個每天在辦公室裡做簡報、跑流程的普通人，這套思維到底有什麼用？那我們就來談談你下午茶常喝了珍珠奶茶好了。珍奶，這跟火箭有什麼關係？關係可大的哦。假設今天一杯珍奶賣到200元，如果你只會看表面定價，當你想省錢時，你的大腦只會浮現2種選項：第一，我怎麼跟老闆殺價；第二，我只好忍痛1個月少喝2杯。對啊，這就是正常人的反應吧？這也就是你現在每天在辦公室裡做的流程優化，就是東摳西省，或者把自己逼得更緊，試圖在現有的框架裡擠出那一點點效率。哇，被你這樣一講，真的是耶！但如果你用第一性原理拆解這杯200元的珍奶呢，你會發現茶葉、糖、水、珍珠這些實體物料的成本加起來根本不到20元。不到20元？對。這中間高達180元，也就是90%的價差，是店租、精美的包裝、品牌溢價，還有人事成本。這90%就是你可以去挑戰、翻轉與創新的空間。天哪！所以你是說，在我的日常工作中，我收到的每一個專案要求，每一份公司的 SOP，其實也都隱含了這90%的水分？完全正確。可能是一個根本不需要5個主管簽核的流程，也可能是一份大家都在寫卻從來沒有人認真看的週報。真的是這樣？如果你只盯着那個終端要求去優化，你永遠只能擠出1%到2%的進步，而且還會因為不斷在舊系統上打轉，把自己累個半死。日常工作中的每個流程都有這龐大的水分。這真的有打中我耶！我們每天都在試圖把原本就不必要存在的流程做得稍微快一點而已。可是，既然拆解事物到物理本質這麼有效，為什麼我們的大腦卻本能地抗拒它？為什麼我們不一開始就這樣想？這是因為我們的大腦被類比思維，也就是 analogy 給綁架了。類比思維？對，大腦是很懶惰的器官，為了節省運算能量，我們太習慣依賴過去的經驗了。我們總覺得，既然別人怎麼做，我們就跟着稍微改良一下就好。可以舉個例子嗎？類比思維就像是在一輛舊馬車上試圖裝上一匹跑得更快的馬，而第一性原理像是 Benz 發明汽車那樣，是直接創造一顆內燃機。原來如此，在舊系統上疊加，這真的是人類的通病耶。這讓我想到資料裡提到的一個極度荒謬的現象，就是我們現在每天用的銀行金融系統。哦，那絕對是類比思維最經典的災難之一。對吧？你知道我們皮夾裡的那張轉賬卡本質上是什麼嗎？你說說看。根據資料，它其實只是1850年代紙本存折的塑膠變體。我們現在的銀行體系根本就是中世紀意大利梅底奇家族體系的延伸啊！沒錯，而且最扯的是，在這個 AI 網絡時代，如果你要去申請房貸，你居然還要簽17頁的紙本文件，提供3種身份證明，最後還要蓋章或是留下實體簽名。實體簽名，這東西可是西元1世紀羅馬時代發明的耶。它極度不安全，無法定期動態驗證，又容易被偽造。對啊，但因為我們一直沿用類比思維，我們並沒有重新思考，在這個數位時代，價值的安全轉移本質上應該長什麼樣子。我們只是把實體分行的紙本流程，硬生生地搬到了手機螢幕上。這簡直就像是用最新的平板電腦，然後在上面畫算盤來記賬一樣荒謬嘛。這也難怪當初賈伯斯在開發 iPhone 的時候會那麼堅持。沒錯，當時市場上最紅的是 Motorola 的掀蓋機，還有主打實體鍵盤的黑莓機。如果賈伯斯用類比思維，他可能就會去想說，我要怎麼把鍵盤做得更好按，或是怎麼讓按鍵發光。但他沒有。資料裡提到，他跟蘋果的設計總監 Jony Ive 是拿着一塊完全沒有按鍵的木頭原型，從這個木塊開始重新思考。哇，拿着一塊木頭，這靈感好像是可以追溯到 Palm Pilot 發明者隨身帶木塊的習慣，對吧？對，他們看着這塊木塊，重新問自己，一個終極的個人智慧裝置最基礎的本質該長怎樣？
如果回到第一性原理，螢幕換軟體才是核心，鍵盤只是一種為了適應早期技術而留下來的歷史遺毒。確實，實體鍵盤會永遠佔據螢幕一半的空間啊。所以他們大膽拿掉鍵盤 ，iPhone 就此誕生。聽到這裡，我得暫停一下了。重新發明汽車或是顛覆銀行業和手機，聽起來還是工程浩大。身為一個捕風的上班族，我真的想把現有的工作優化個20%，今天能早點下班就好。你們一直說要追求什麼10倍速的突破性成長，這聽起來根本是10倍的加班量啊！我快崩潰了。哈哈，你錯了，這是大家最常有的致命誤解。其實追求20%的線性成長，才會讓你陷入舊有模式，逼你更努力、更快地去做那些無效的蠢事。等等，為什麼目標設定小一點，不是應該比較輕鬆嗎？讓我們實際推演一次哦。假設今天老闆要求你的專案產出增長20%，你會怎麼做？你的大腦會立刻啟動類比思維，把你現在正在做的所有事情保留下來，然後要求自己做快一點。對，可能會少喝幾次水，或是犧牲午休時間。這就是你在舊馬車上裝更快的馬，你就是那一匹被瘋狂鞭打的馬。聽起來超可悲的。但是如果今天老闆設定的是10倍的巨大目標呢？10倍，那我不可能扣不屈五沾達成啊！就算我一天有48小時也做不完。沒錯，算盤打不通了。10倍的目標其實是一個強迫極致。當你設定10倍目標時，你會意識到現有的流程絕對不可能達成，於是你被迫放棄那80%低效的常態活動。哇！你不能再用舊方法了，你必須捨棄比較思維，去發明一個自動化的系統，或是徹底改變模式。這反而逼你捨棄了瞎忙，找到一條更省力的捷徑。天哪，這完全翻轉了我的認知哎！10倍速目標不是要我花10倍的時間，而是給我一個合理的借口，把那些90%的珍奶水分給直接砍掉。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你現在懂了吧？這套思維是你擺脫無效努力的最佳武器。好，我被說服了，我決定放棄那80%的無效努力。但接下來的問題是，我該如何具體啟動第一性原理？我總不能明天進辦公室，看着一份冗長的報表發呆，它就會自動瓦解吧？這裡我們就要引入一個非常實用的實戰技巧了，這叫做蘇格拉底式提問。蘇格拉底式提問聽起來很學術耶。簡單來說，就是像個5歲小孩一樣，無止境地問為什麼。5歲小孩就是那種會無限循環問天為什麼是藍的，水為什麼是濕的那種煩人精。對，就是要當那個煩人精。我們來看 Phipps 手冊裡面提到的一個真實社會危機案例——南非開普敦的缺水危機。哦，我知道，他們當時面臨水荒嘛。對，當面臨這種危機，傳統類比思維會怎麼想？直覺反應大概就是如何蓋更多水庫，或是祈求下雨、人造雨之類的。沒錯，這就是在舊框架裡找答案。但如果像5歲小孩一樣用第一性原理提問呢？第一步，問人為什麼需要水？為了解渴，為了生存啊。為了生存的什麼機制？其實是為了細胞運作。那你猜猜，為了細胞運作，人每天實際需要多少水？不是用來洗車、沖馬桶那種哦。可能幾十公升吧。其實每天只需要1.9公升的液體，而不是傳統以為的100公升。哇，差這麼多！好，接下來像小孩一樣繼續問。水在物理層面到底是什麼做的？就是2個氫原子加1個陽原子啊 ，H2O。完美。最後一個關鍵問題：地球上哪裡還有豐富的這些元素？我們一定要從水庫才能得到嗎？等一下，大氣層裡面、空氣中到處都有水汽啊！沒錯，經過這樣一層層拆解，解決方案瞬間改寫了。與其花10年蓋水庫，不如在每天都要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垃圾車上裝設大氣取水器，讓垃圾車在收垃圾的同時，從空氣中萃取水分，提供乾淨的飲用水。這解法太神了吧！這就是指導物理本質的威力。除了像小孩一樣提問，另一個實戰技巧是關注例外。例外？對，不要總是把力氣花在常態上。你知道 Instagram 的前身 Bourbon
一開始是個根本沒人想用的打卡 app。我有聽過這段，它主打打卡，但根本沒人紅。如果是一般的創辦人，可能會視同去導正用戶，叫大家多打卡，但他們沒有，他們去研究了數據裡的例外，發現裡面一個次要的附屬功能，也就是照片分享，特別受歡迎。所以他們就砍掉重練，把打卡功能全丟了，造就了今天的 IG。是的，有時候解決方案早就存在了，只是它被当成了不守規矩的例外。就像資料裡提到，星巴克曾經有一位員工叫 Tricia 的故事。Tricia 這個故事也很有共鳴。她當時是一個新手，因為身兼多職又睡眠不足，在嘈雜的咖啡機旁，用傳統那種大喊點餐的方式，經常出錯。對，那身為新手的他做了什麼？他發明了直接拿筆在飲料杯上寫下點餐內容的做法啊。你可以想象總部一開始的反應嗎？他們還很抗拒哦，認為這不是星巴克的 SOP， 我們是用喊的。資深員工真的很容易陷入這種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詛咒裡。Tricia 把持了新手試驗，結果證明這項創新大幅減少了錯誤，最後成了全球星巴克的標準流程。這故事很勵志啦，但我要来扮演現實生活中的黑臉嘍。請說。我哭笑一下，如果我明天在公司裡真的像5歲小孩一樣，一直問老闆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或是像Tricia一樣打破 SOP， 我老闆絕對會覺得我在找茬，然後直接叫我閉嘴，好嗎？我懂，這是一個極度真實的痛點，但你要知道，真正的障礙從來都不是資源或能力，而是那道由無數歷史假設砌成的高牆。就像功夫學校裡說的，時間久了，問題的本質被遺忘，只剩下高牆。沒錯，所以你要做的不是衝去跟老闆吵架，而是重新定義你的目標聲明。重新定義目標聲明怎麼做？不要去問如何降低成本，或如何把報表縮短10%，這聽起來像在抱怨。你要去描述一個問題已經消失的理想狀態。舉個例子，比如說，與其說我們來優化報賬流程，不如把目標設定為我們有沒有可能讓員工在10秒內完成報賬，而且不需要任何人工審核。哇塞，這招很高明耶！這個目標聽起來很瘋狂，但它瞬間就把我們來微調一下舊表格這個念頭給抹殺了，因為舊系統絕對做不到10秒免審核啊。沒錯，你把對立轉化成了共同挑戰客觀限制的過程，把焦點從挑戰權威轉移到了挑戰物理極限，太精彩了。那我們來為這次的深入探討做個總結吧。沒問題。今天我們帶大家看透了幾個核心重點。第一，絕對不要輕易接受事物的終端標價，不管是6500萬的火箭，還是200人的真男。拆解它，找出基礎組成元素，剩下的98%都是可以砍掉的幻覺。第二，勇敢捨棄只能帶來20%進步的類比思維，勇敢設定10倍數的巨大目標，逼迫自己丟掉那80%無效的瞎忙。第三，像個5歲小孩一樣，用蘇格拉底式提問指導物理本質，從例外中找機會，並重新定義你的目標聲明。非常精準的總結。所以，明天上班的時候，請提醒自己，不要再盲目的去優化那些本來就不該存在的舊流程了。第一性原理告訴我們，除了物理定義以外，所有你以為的常識、SOP 和規則，其實都是可以被打破的偏見。對。這些偏見根本經不起你連續問3個為什麼。在我們結束今天這一集之前，我想拋出一個問題，讓大家帶走，好好反思一下。靜下來想一想，你現在生活中最大的壓力來源，或是卡住你最久的工作瓶頸，會不會其實只是一個偽原則？一個別人隨口立下的規矩，卻被你當成了不可違背的物理定律，去痛苦地遵守着。如果明天你試着把它就像那17頁荒謬的防盜文件一樣，直接刪除，按下 Delete 鍵，你的世界真的會崩塌嗎？這絕對值得我們好好思考。感謝你的收聽，我們下次深入探討見。